们早期就是一直去募资嘛，当时因为吴峰是我们的大股东嘛，所以他就派了法人代表，就是赖经理，他对于绿能这件事情一直是很支持的。那你说在这个路程上，因为品瑜后来有出来选立委嘛，那他当然希望就是公司可以帮忙。但是在合理的范围内，其实我们捐了非常多政治现金，其实绝对不是只有捐绿营，其实我们蓝营也捐。我们篮球队就在桃园嘛，所以其实市长也是很支持我们。谭宇轩就是凯嘛，他其实是永兴的创办人嘛，然后他是我大学同学，因为我在 PWCC 一开始在做审计，后来在做税务嘛，然后他就说他有税务问题想要问我，然后我们就开始聊，跟我讲了未来的一个 picture， 就是台湾的再生能源要起飞了，然后是一个元年，然后这样做这件事情其实对环境是好的，就问我有没有兴趣过来，我就说哦好啊，那不然来试试看，所以我后来就也是蛮毅然决然就从事务所离开，然后就到了这个永兴跟他们一起，然后到永兴隔年就创了云宝，然后就一路到现在。那公司的事情就是都会是比较多，是我这边在管理的。那我觉得就当女生的管理就是你可能会比较细腻，是真的。员工的一些倾听啊、沟通上，其实好像是真的对比起来，可能会比较愿意跟女生讲。然后有什么困难啊，有一些要协调的啊，或者跟别的部门有一些不愉快啊，觉得有需要沟通的，蛮多都会来跟我说。我们早期就是一直去募资嘛，当时因为吴峰是我们的大股东嘛，所以他就派了法人代表，就是赖经理。当初的再生能源法是他推动修法而去改善出来，他对于绿能这件事情一直是很支持的。那你说在这个路程上，因为品瑜后来有出来选立委嘛，那他当然希望就是公司可以帮忙。但是在合理的范围内，其实我们捐了非常多政治现金，其实绝对不是只有捐绿营，其实我们蓝营也捐，所以应该是说，我们其实在蓝营、绿营的这个县市，我们都是持续的发展。你看我们那个木栅动物园那间是台北，其实也是蓝营的。你看像我们最好的一个案例就是像桃园，我们篮球队就在桃园嘛，所以其实市长也是很支持我们。因为我们做太阳能前面是蛮顺遂的，但是到后期我们像现在我们的一个案件可能开发都需要3到5年的时间。那如果我只有做太阳能的话，那我会不会碰到就是法规变动？所以在这个前提下，我们那时候就是在大概2021年的时候，我们进行了第一次转型。那这一次的转型，我们就是希望是说，我们可以跨足其他再生能源的领域，像我们现在有污水处理啊、储能啊、卖绿电啊，然后那个时候还有跨离岸风等等。我们的产业上单一风险我们已经被解决了。那第二个当然就是我们在让我们自己的这个公司的发展能够更贴近所谓的近邻，它就不会只有一个再生能源的这个发电的部分。所以我们就希望是可以跟国际更接轨，然后呢往国际近邻的趋势走。所以我们做了这个第2次的转型。但现在碰到的问题是因为我们现在都整合比较大型的案件，像我举例，我们现在台南北门这个渔电共生的案件。那当时我记得这个案件应该也是当时最大的渔电共生，也是当时金额最高的一个 project 啦。然后其实非常的不容易，为什么？因为第一个它的面积很大，它其实横跨了170公顷，其实光地主可能就上百位，渔民可能也是几十位，所以我变得我在做的每一件事情，我都要这100位地主跟这50位渔民都要同意，我可能才有办法推进。我们是一个一个去拜访地主，直接到现场一个一个去聊。然后第二件事情是我们的升压站，然后并到台电的馈线，其实长达了10公里以上，横跨了9个不同的区，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但我们还是很顺利的在就是13个月内挖完这10公里的这个路，取得路权、合法路权挖完，然后把太阳能盖完。很多人都以为核能占很重，曾经的我也以为核能占比很高。到2023年，核电占比几趴？猜猜？6%。标准答案哦，好像6%还8%。你看哦，很低，根本不到10%。绿电几趴？绿电去年第一次10%。所以你就是2个小兵在打架嘛。你们应该是有一个共同的敌人，叫做燃煤，叫做燃油。燃煤占了几趴？50%才是我们的碳排大户。当然，现在台湾的目标是怎么样降低我燃煤的使用，所以他现在开始的目标是希望能够提升天然气嘛。但是这2个都是靠进口。
所以只有再生能源是真的是落后外资，我可以就是在国内独立发展。你就想我今天海运如果被拦截的话，我没有燃煤了，我没有天然气的，你唯一能靠就只有再生能源的发电，因为它是在地化的一个发展。所以我觉得核能这件事情啊，跟我绿电不是直接相关，不是说有核能就没绿电。其实核能、绿电是可以共同发展的，只要能够核废料处理，不要对环境有污染，我都没有意见。因为我觉得它不会影响绿能，因为它跟绿能应该是要并行前进。怎么样瘦怎么办？遮你的手臂。对，被你发现